你有想过吗？一座看似平凡的村庄，只用了铜方块改造，就可以变成这个模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doki。这次为了庆祝频道突破2000订阅，我准备了一个超大型的改造计划，那就是我们的铜村庄改造的最终章。那我把之前所有的铜建筑整合起来，然后又新增了更多的新场景，打造成一座完整的铜鼓聚落。那为了找到适合的村庄，我真的刷了超多个种子码，最后才挑到这座四面环山，还有天然港口的原始村庄。光是整理地形就花了4个小时。所以我就直接带到我规划好的画面。OK， 这就是我规划好的村庄路径。那就跟着镜头来开始我们第一区村庄入口。那第一区的话，当然要先盖个桥梁，让我进入村庄。桥梁的材质我选用了陶罐、丛林木、铜方块跟一些铁链做栏杆。那这边我也同时展示了原版的路灯跟我改造后的路灯。过桥之后就来盖我们第一栋建筑旅店。那这栋建筑我设定1楼的话有小商铺，2楼就是简单的住宿空间。那屋顶的话，我用渐层的铜方块来增加一些层次感。在另一侧是水车小屋。那这栋水车小屋的话，是参考我之前的一个作品——樱花水车建筑。那我把原有的樱花建材替换成现在的铜方块，让整个村庄的色调可以更一致。那围墙的材质我用了红砖搭配我们的丛林木半砖，来把村庄的界限建立起来。那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中央广场。喷水池的话，我想要以红砖、陶罐、铜方块，还有蓝色玻璃跟乌龟蛋来做一些水花跟水流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就是市集摊贩。第一个摊贩的话是菜贩，第二个摊贩的话是花店。那之前改造的话，我都是以铜方块去做屋顶。这次的话，我想要把它改成羊毛，让它屋顶的感觉不要太重。再来最后一个摊贩，就是我觉得超可爱的肉摊。那个猪头跟肉超可爱。那喷水池跟摊贩都完成之后，我们就来种一些树，然后营造一些小公园、一些长椅跟路灯，让整个环境更有生活感。那市集的部分，我们也把围墙一路延伸过来。完成之后，就让我们看一下市集的成果吧。那在市集的后方，我也特别留了一些空间来盖我们的沿河步道。所以当初在规划地形的时候，我就将我们的水流引导到岛内，那顺势发展出一个中央区域。那在水流的峭壁上，我也特别盖了几个下水道的出口，让水流可以从这边流下，营造出更多画面感。那住宅区的话，第一栋就是我们的斜屋顶小屋，小巧又可爱，最适合初期居民居住。第二栋的话是改造原版的2层房屋，我一样替换了原有建材，改成铜方块跟白桦木，然后再新增一些细节装饰。再来第3栋是改造原版的工具匠小屋，来补足村庄机能，也提升一些生活感。那完成后就来继续整理我们的环境，然后将我们的围墙继续延伸过来。延伸完后，就让我们先导览一下这一区吧。这一区是我觉得整个铜村庄气氛最棒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码头。那码头的建筑当然就是要盖我们的渔夫小屋。屋顶的话，我做了一个像钓竿一样的造型，简单但又很有特色。那从渔夫小屋延伸出去的就是整个码头平台，它连接着村庄跟外海，是未来村民进出货物的主要通路。再来平台上，我放了几堆木箱做装饰，然后再摆上2艘船，一大一小。画面整个就马上活了起来。最后将我们的围墙延伸过来，就开始我们的导览吧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完成村庄入口、广场跟市集，以及我们的住宅区跟码头。接下来的部分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继续完成。OK， 这一区是牧场。牧场的话，我想要先把地形划分好。那再分别饲养了小鸡、猪、羊跟马。那装饰的话，我特别种了一些他们喜欢吃的植物，例如红萝卜、小麦。再来中间我也盖了一座饲料仓，让整个画面更有牧场的感觉。环境的话，我特别种了2棵树，让光影更有层次感。那隔壁就是我们本系列中观看数最低的一栋建筑马厩。虽然它的设计超简单，但我自己超爱这栋的屋顶造型。
旁边我还特别加了一台小推车做装饰。那最后把围墙往外延伸，就大功告成啦。接下来这区是农场，那第一栋建筑是参考我以前的一座作品竹子风车小屋，让它作为整个村庄的动力来源。屋顶的造型也是非常抢眼。那盖完建筑后，接下来就是种满整片的小麦田，这部分我还特别打了加速指令，让它们快速变成金黄色的麦田，超级疗愈。麦田中间我还放了小水井、蜂蜜桶，那后方的围墙我也把它延伸起来，就完成这一区的麦田啦。那第二区的麦田我顺着地形往下延伸，中间我一样放了稻草人做装饰。完成后就让我们导览一下农场。再来我也在农场跟牧场之间加盖了一个后城门，让整个地势的高低与出入口可以连接起来。那在路径上我一样用红砖延伸下来，搭配上另一座铜桥梁，村庄的第二入口就完成啦。那到这边我们终于来到整个村庄的中央区域。那这个中央区域的话，我想要特别放了一个教堂，营造出一种安静又庄严的感觉。那教堂旁边还有个宁静的小墓园，整个气氛超到位。这栋也可以算是整个村庄的精神象征了。教堂完成后，这一区是我们的机能区。机能区的话，建筑比较多，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那这栋是改造后的屠夫小屋，旁边还有圈养着的小牛群，简单又实用。再来第二栋建筑是铁匠铺，这是我整个系列中最喜欢的一栋建筑。那熔炉的部分我用了深色的拧灰岩砖，搭配铜方块，营造出一种稳重但又专业的感觉。那建筑完成，在整理环境的同时，我也发现旁边有个小小的矿坑入口，所以我也特别做了一个门的造型，那搭配矿车让画面看起来更自然。那旁边我也盖了一个裸露的矿坑，搭配我们铜制的钻掘机，整个看起来超可爱。盖到这边我发现机能区其实可以跟村庄入口做一个桥梁连接，所以我特别盖了一个景观木桥，然后在桥旁边盖了2个平台，让居民可以在木桥上相互对望。接下来是自建小屋，这栋的改造幅度我认为比较大，那也顺势延伸出一座高塔，让它可以变成这一区域的地标。那我旁边还盖了一个靶场，然后放上可爱的稻草人当靶子。那在建筑的后方，我决定将麦田延伸过来，让整个区域更有生活感。最后我发现旁边海上居然有一个巨大的洞穴入口，所以我决定盖了一个小小的秘密码头，让探险用的小船能够安全进出。那村庄内的最后一栋建筑伐木小屋，我选择盖在比较远的山丘上，想要特意营造出一种隐居感。盖到这边我才发现，这栋建筑刚好是我同系列第1集的作品。那从第1集盖到最后一区，这个巧合真的超级感动。那铜鼓聚落的最后一栋建筑，我想要以一座灯塔来做收尾。那为了呈现红白相间的经典配色，我用了地狱砖、方解石、闪长岩，再搭配铜方块做出色彩的变化。那远远看去，一座高耸的灯塔就矗立在海角，成为整座村庄最醒目的象征。那这次的铜村庄改造计划到这边就正式完结啦。其实这个计划我真的筹备了超级久，又刚好搭上2000订阅这艘船，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庆祝。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大分量的改造影片，真的超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频道，支持我们继续创作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